今天我们要完成的电路功能是使用8个直播开关控制 LED 8×8点矩阵显示器。在频道中逻辑电路的单元，我们会使用逻辑 IC 与被动零件来完成功能，而并非使用 Arduino 等 MCU。在实作上更有乐趣，但相对花费更多的时间。首先放上555，如果左下角红色的 LED 灯可以随着转动可变电阻改变闪烁的频率，表示555电路正常。接着我们用尖嘴钳控制8个直播开关，逐一的点亮64个 LED 灯。再来转动可变电阻，观察整个扫描频率的变化。后面的部分，让我们来看整个电路原理与实作的过程吧。首先来看一下电路图。N1555 产生7到480赫兹的脉波，由 Pin3 输出到 CD4022， 并接上一颗 LED 灯，方便观察频率的变化。CD4022 IC 输出连接8个 NPN 电晶体与 ULN2803。ULN2803 输出接上线流电阻后，连接 LED 8×8点矩阵。点矩阵的对应每一行接上直播开关旁边的8个二极体矩阵。再来8个电晶体接上直播开关对应的角位。8个直播开关对应64个 LED 灯位置，使用二极体来隔离不同位置开关上的电位。一个直播开关看示意图可以等效于8个开关。我们来看一下扫描电路的工作原理。第一个 Q0 电晶体是 ON， 让 VCC 连接到8个直播开关的 R1。假设直播开关 ON， 则电流顺着二极体流向点矩阵，通过线流电阻回到 ULN2803 的低电位，以此类推后续的电晶体 Q1 到 Q7。我们简化了电路图，预计显示左边的 X 图案，并以一个画面显示一个电晶体，来让大家更好了解扫描的原理。后面的 R2 到 R8 同理，借由 N1555 推动 CD4022 每8个脉波完成一次点矩阵的扫描循环，透过眼睛的视觉暂留，让人以为是静止不动的 LED 图案。我们来看一下此电路使用到的零件，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二极体64个，这也是当初设计电路的时候发现，如果没有二极体作为隔离，则会让不同电位的开关互相干扰。此外，我们使用了跳线，也称为 OK 线，在 PCD 8等层去连接8个直播开关。此方法的好处有2点。一、节省导线在 PCB 上的使用面积，相对的也可以节省制作的成本。二、相比导线焊接 ，OK 线少了许多的焊接时间。接着，我们将64个二极体制作成8个二极体阵列，可以看到每个二极体的阴极端连在一起，称为抗点。制作的过程中，使用电路板来固定二极体，并且尽可能使二极体之间的距离一致。因为没有专业的制具，所以每一个二极体的阵列都长得不一样。按照惯例，将零件接上面包板，验证功能是否正常。
可以跟前面介绍的扫描原理一起比对，会由上而下一行一行的显示。向右转动可变电阻的电阻值变小，则 N155 输出的频率增加。接着把直播开关一个一个关掉，来欣赏一下面包板的布局。PCB 布局在 Button Layer 的紫色线段对应到 OK 线的焊接，最后来到我们的 PCB 焊接实作过程咯。
尾声，如果有喜欢的题目或方向，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拜拜。